阿娟一家4口一起从水泥楼梯上楼。耿师傅在窗前对夏沫说：“画家，中午来喝酒。”夏沫和小苏走到门口，他们的儿子回家了。耿师傅把手伸到阿娟怀里，小心地扒开孩子的2片开裆，大声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！”夏沫的手里正捏着一支干净画笔，他用画笔在孩子的小东西上轻弹了一把。耿师傅说：“你看看，货真价实。”阿娟只是笑，她的笑容里一股奶香，无声漂浮。小铃铛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什么，伸出了2手往上挤。阿娟侧过身子给小铃铛看了一眼，她侧身的时候露出了大半个乳房，又鼓又胀，血管都看出来了，墨蓝蓝的四处蜿蜒。耿师傅高声关照说：“别做饭，到我家喝酒。”夏沫和小苏的这顿酒吃得不喜气。耿师傅交代完喝酒，就开开心心回家了。夏沫和小苏回到屋子里，开始了无声对视。夏沫说：“去不去？”小苏一脸不高兴，但想起了鸡汤，似乎总也抹不了这层面子。都请了。小苏小声说：“怎么好不去？”夏沫放下笔说：“总不能空手吧？”小苏说：“当然不能空手了。”小苏和夏沫在酒席上说了一屋子好话。阿娟的肚子瘪下去了，2只大奶子却在酒席边晃来晃去，喜气洋洋的。阿娟说：“吃。”阿娟说：“喝。”阿娟不会说话，不会说话的人就怕别人停筷子。小苏和夏沫都在心疼额外支出的100块，胸口不大通，有点心不在焉，嘴里不停地说：“吃了，喝了。”耿师傅捏住小铃铛的耳垂，开心地晃几下。小铃铛似乎正为什么事不开心。耿师傅大声说：“丫头，你可不能像过去那样了，你爸妈顾不上你喽。”小铃铛不知道爸爸在说什么，只当是惯他，脸上松动些了，摇摇筷子冲着夏沫和小苏笑。阿娟说：“也惯他这么多年了，对得起他了，总不能闲在嘴里一辈子。”这么说着话，小儿子在草席上动了几下小腿。阿娟走过去，拖着声音轻声说：“哦，又尿了，哦，你又尿了。”耿师傅放下酒盅凑上去，2个人仔仔细细的又换又擦。耿师傅的酒有了4、5分，提着他儿子的2条腿，嘴巴伸到裆里去，数快板那样亲一口，说一句：“小鸡巴1里5，有你爸妈不吃苦，小鸡巴1寸8，塞在裆里走天下。”耿师傅和阿娟侧倚在床上，似乎忘了家里的客人了。他们逗着儿子，下巴挂在下巴的底下，张着嘴说：“哦哦哦。”小苏听着耿师傅的快板，觉得好笑，他捂着嘴，却不好意思笑出声，只是用眼睛不停地瞟夏沫。夏沫的脸上突然很难看，正用一种严峻的目光注视着小铃铛。小苏顺着夏沫的目光望过去，小苏一看见小铃铛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凉了一大块。小铃铛正在看他父母灌弟弟，他的目光里有一种疯狂的气息，在9月的中午寒风凛冽。他的目光很直，从目光里透视出来，像一道铁轨。一辆火车沿着这道铁轨向他的弟弟呼啸而去。
夏沫和小苏同时看见了这趟火车，他们不知道火车上装的是什么，但他们看见了危险，看到了一种巨大灾难。这种灾难一定会在某个日常时候骤然降临。小铃铛对自己失宠的程度并不明晰，他把希望赌在了父亲身上。小铃铛和阿娟在那个中午最终闹翻了。阿娟正忙着儿子，并不知道她和女儿的关系已经到了危险边缘。阿娟把儿子的尿布丢在塑料桶内，对小铃铛做了一个搓洗的手势。这个手势使小铃铛伤心不已。小铃铛一出了门，就把那些尿布扔向了半空。一阵火车风推波助澜，尿布在半空有了秋后落叶的萧瑟迹象。阿娟在那个晚上再也没有找到那些尿布。阿娟不停自语：哪里去了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小铃铛扔完尿布就走向了巷口。一个下午，他在那里守候他的父亲。他在等父亲下班，父亲的粗大巴掌会把他的内心委屈全部抚平的。父亲下班时步履有点匆忙，小铃铛扑上去，站在父亲的两条腿中间，两只胳膊搂紧了父亲的两条腿。小铃铛仰着头，在父亲眼里找自己。父亲低了头说：弟弟好吗？父亲很开心地掰开他的手，拉住他往回走。父亲笑着说：我们看弟弟去。小铃铛把手松开了，父亲的眼里什么也没有了，就剩下弟弟的尿布潮涨潮落。小铃铛站在原处，夕阳把他的影子平放在地上。他望着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如他的聋哑状态，又寂寞又漫长。夏沫从对面走来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腮。小铃铛侧过脸，伴随着敌意，让掉了这次无聊抚摸。小苏坐在汪老板家里上班，他所做的工作很简单，和时间比耐心。整个午后充满了小苏内心独白，他以这种方式悄悄与自己周旋。这个家真的不能算家，像家的感觉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笔买卖。小苏坐在沙发上，仿佛生活在生活的背面。这是一种极其别扭的感受，甚至让你的哭泣都找不到悲伤由头。汪老板回来的偏晚，带回来一脸倦容。小苏很快注意到汪老板的习惯，回家后总是先站到窗前，用一只指头挑起了百叶窗叶，静静地望着窗外。小苏站在他的身后，守住他的沉默，有点尴尬。小苏犹豫了片刻，说：汪老板，能不能在公司给我找一份活，做什么都可以的。汪老板掉过头，眼珠慢慢地移向小苏。汪老板不高兴地说：我给你的工钱不低了。小苏说：我不要你给我加工钱，我就想有自己的一份工作。汪老板说：你有自己的一份工作。小苏说：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我只是需要这笔钱。汪老板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杯子很干净，小苏透过玻璃甚至看得见汪老板的指纹。指纹被放大了，像一张蜘蛛网。汪老板的目光和那杯水一样，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。他望着小苏说：你想做什么？小苏的回答充满自信。小苏说：我只想投入生活，我受过高等教育，我相信什么都行。汪老板听完小苏的话，目光疏散开来，
变得松散忧郁。汪老板冷冷地说：“那就试试。”小苏酒醒之后才知道自己醉了的。汪老板给他的活不重，只是陪客人们吃吃饭。汪老板交代好了，所有的事都由别人谈，他只要坐在那里陪陪就可以了。小苏入座时落落大方，显得文质彬彬。小苏坐在一边静静听，一切都好好的。后来一个客户向他敬酒，小苏不能喝酒，可人家客客气气，也是文质彬彬的样。人家敬酒的话说的滴水不漏，又合情又合理，一套一套的。小苏被说的都感动了，要不喝下去，小苏自己都不好意思。后来小苏就喝了，这一喝就开了头，又站起来一个，同样客客气气，文质彬彬的样。话说的更合情，更合理，逻辑更为严密。小苏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陪着笑，只能又喝。大家一起对着小苏热情，小苏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后来小苏的笑全僵在脸上，只觉得不会笑。小苏实在不能喝了，人家还是亲切的劝。弄来弄去，小苏坐不住了，恨不得把酒杯砸到他们脸上去。可是人家笑容可掬，也不像存了什么坏心思。小苏每喝一口，就像吃了一口苍蝇，小苏都快要哭了。后来总算是自己人仗义，给小苏解围，搀出去了。小苏一出门就一阵呕吐，丢了一地的人。小苏醒来时躺在一张沙发上，屋子里没有人。小苏口渴的厉害，倒了水急猛地往肚子里灌，灌了一半，汪老板却推门进来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示，就那么冷冷地望着小苏。伤心、委屈和愤怒、羞愧在小苏的胸中一起往上冲。他的眼泪对着汪老板，无助地对着汪老板。小苏侧过脸，泪水涌上来了，两只肩头耸得老高。汪老板走到他的身边，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只适合做2样工作，教师和医生。可是你自己放弃了。”“为什么我就要做教师？”小苏大声说：“为什么我就要到山沟里去做教师？我偏不！”小苏带回家一身酒气，酒气是一种顽强固执的气味，只要他自己不肯消散，你怎么洗也洗不尽。夏沫隔了2米远就闻到小苏身上的气味了。小苏一见到夏沫，委屈全上来了，产生了哭泣欲望。但小苏不敢哭，酒气和哭泣是女人身上很坏的组合，容易使男人往坏处想。小苏扔下包，弄得若无其事，但她的脸色太难看，这一点她再装也装不掉。她的脸上是高强度做爱之后容易产生的那种青色，在夏沫眼里充满了下流的艳足与茫然。“你干什么了？”夏沫严肃地问。“同事们和我吃了顿饭。”小苏说，“一点不喝总不好。”“你干嘛要喝醉？”“没有啊，我没醉。”小苏笑着说，“你看我醉了？”夏沫望着小苏，他明摆着在说谎，他现在说谎都大义凛然了。夏沫气不打一处来，话从嘴里横着往外拖：“我看你都不知道自己醉成什么样了。”这话戳到了小苏的疼处，小苏回了夏沫一眼，委屈一冲上来就把他冲垮了，泪水把这个家弄得摇摇晃晃。小苏打起精神，伤心地说：“我是醉了，
别人要有能耐，也轮不到我出去醉。”小苏在这个晚上撂下最后一句话，随后火车把这个夜带走了。阿娟翻出了小铃铛的旧衣裤，这些旧衣裤小的早就裹不住小铃铛的身子了。阿娟决定在上午拿它们改成尿布片。阿娟怎么也料不到小铃铛会做出那样的举动。他猜出了阿娟的心思，凶猛异常地扑了过来。小铃铛一手抢那些旧衣裤，一手夺那把剪刀。他不肯答应用自己的旧衣裤做尿布。这次争夺伴随了小铃铛的尖锐叫喊，那趟南下的列车都没能盖住小铃铛的叫声。阿娟不是一个坏性子的人，但性子不坏的女人发起脾气来，效果却格外吓人。阿娟起先耐着性子，毫无用处的大声说：“给弟弟的尿布是给弟弟做尿布。”阿娟甚至用手做了一个垫尿布的动作。小铃铛不依，他没有任何理由的和他的母亲开始了对打。阿娟后来给弄毛了，阿娟把剪刀拍在桌面上，腾出了巴掌，对着小铃铛的屁股啪啪就是2下。这2声是从撩起的裙子中发出来的，极脆，床上的儿子都吓哭了。阿娟说：“放下来，你放不放？”阿娟十分气恼地用剪刀在那条小花裤子上剪了个口子，自语说：“都要死了，都把你惯得不认人了。”阿娟用力撕开了那条小花裤，撕裂的声音里堵了天大的气。小苏在隔壁听到了纺织品的撕裂声，套上裙子赶过去。阿娟的手上正提着好几片花尿布。阿娟用指头戳着小铃铛的脑门说：“不爱你，看你坏；不爱你，我只爱弟弟，我看你坏。”小铃铛的悲伤模样集中在嘴上，他的嘴一开一合，没有声音，像一条缺氧的鱼。小苏走到他的身边，捂住他的脸，把他的头摆在自己的腹部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，小铃铛？”这个意外温存伤透了小铃铛的心，他扬起脸，抱着小苏的腰，哭出了一种古怪声音，哭出了一种令小苏心碎的声音。小苏知道他想说话，却又猜不出，毫无意义地问：“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阿娟生气地抱起儿子，对小苏说：“不理他，阿姨不理他。不晓得他犯了什么病，最近老是犯怪。”小苏听着小铃铛的哭声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。小苏说：“大姐，你哄哄他，你惯惯他不就完了？”阿娟抖着手里的儿子说：“不能再惯了，我和他爸惯了他7年了，对得起他了。”阿娟拍拍儿子的屁股说：“就惯弟弟，不惯你；就惯弟弟，不惯你。”